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现在正在分手中第5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伊恩作为 Sono 品牌的设计组长，被公司的黄代表告知 Sono 品牌要和国外品牌 Mary 合并。黄代表还安排了儿子智贤让伊恩来带，他和秀婉的往事也逐渐浮出水面。10年前，他本应该遇上的是在国，却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在国在推荐信上给他的鼓励，被他误以为是秀婉在鼓励他。而如今的在国告诉英恩，他不想再错过他了。回到本章，虽然说 Sono 品牌很可能命不久矣，但是设计组的大家都很有干劲。新的季度代表着新的设计，英恩在追求潮流和创新中更倾向于创新，他不想做跟风的那种人，毕竟 Sono 对他而言是独一无二的。他给组员们分发任务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没想到还没开始就出现了难题。老高称做衣服的布料都给新成立的 Mary 品牌，英恩很生气，他们半年前就预定过这批布料。老高则耍起无赖，如果有意见就去找智叔谈。英恩只好来找智叔，没想到智叔更气人，不仅将多种物料都给了自己要经营的 Mary， 还告诉英恩之前和 Sono 合作的坡州工厂本季开始也改为和 Mary 合作。英恩自然看不过去，坡州工厂和 Sono 品牌已经合作10年了。智叔打断了他，称坡州工厂是奔着 The One 来的。两人争执间，秘书告诉智叔，展望 PR 公司的人来了，而来人正是在国和道勋。原来在国决定留在首尔后，自然第一件事就是赚钱养活自己。他成为了展望 PR 旗下的摄影师，接到的第一个单子就是智叔发来的合作邀请。英恩见在国同意后，心中不免有些失落。祸不单行的是，妈妈又给他打来了电话。原来英恩爸很喜欢投资，这次又不知道听了谁的鬼话，连退休金都拿出去准备扔进去了。英恩只好给爸爸打电话，不出意外的无人接听。这时智贤来到了公司，英恩让他去一趟生产部要份工厂名单。很快他就出现在老高面前。作为生产部部长的老高，面对老板儿子时瞬间卑躬屈膝，兢兢业业地制作工厂名单，生怕出现什么差错。态度和见英恩时简直判若两人。美叔来到一家大医院看病，医生诊断完后发现他的肿瘤指数很高，应该是胰脏癌，而且还是晚期。美叔瞬间愣住了，这个消息无疑对他来说是个晴天霹雳。医生后面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和美叔不同，丈夫小郭正春风得意，他的心早已不在美术身上。他喜欢上了公司的徐代理，有事没事就给他送个小礼物，这天又给他送了个镯子。徐代理开心地来到小郭的位置上，却注意到美叔给小郭打来了电话，他代替小郭接了起来，告诉美叔小郭去开会了，有事晚些再说。美叔只好挂断电话，离开了医院。另一边，英恩在公司中偶遇了黄代表，黄代表鼓励他，虽然公司推出了新品牌，但是 Sono 仍然是他们的招牌，希望英恩能做出好成绩。这时黄代表注意到了生面孔在国，英恩解释道，就是黄代表上次安排给智叔的相亲对象，如今也是和智叔合作的摄影师。黄代表在得知在国的身份后，邀请几人来到会议室，他和在国爸爸是铁哥们儿，很早之前就想亲上加亲了。在国解释道，黄代表指的应该是想让哥哥秀婉和智叔在一起。黄代表记错了人也不觉得尴尬，继续唠起家常。英恩见在国提起秀婉，想起之前的事情，他发现秀婉从来没有提过弟弟的事情。之后他接到了楠姐的电话，正交代着工作的事情，在国来找他了，称自己想看看样品的颜色。擦肩而过时，双方又是难以避免的心跳加速。在国看到英恩对他的家庭很好奇，于是主动解释，原来他和秀婉并不是一个母亲，他现在的妈妈也不是他的生母。英恩意识到自己的心思被在国猜到了，在国对此很得意。英恩好奇他的家庭，代表着他很在意他。趁热打铁，他提出想要和英恩一起共进晚餐。还没等英恩回应，智贤拿着工厂名单闯了进来，还替英恩拒绝了在国，让在国好好和智叔合作，不要打英恩的主意。很快，英恩带着智贤开始跑工厂，一家又一家，不是做得慢，就是会透露打版图，只好好不容易挑好一家满意的，却发现了闲职就在这家工厂工作。英恩为了品牌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时，智叔却悠然地和在国喝着下午茶。他想约在国一起去看展览，在国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人，直接给智叔发了朋友卡。
智叔明白眼前这个男人的心已经被英恩夺去了。英恩在百忙中抽空来看美叔，让他意外的是，一向小气的美叔竟在疯狂的购物，嘴上说着是给女儿买衣服，但是买的都是最大号，似乎将未来几年的都买下来了。他看出美叔有什么心事，但是美叔就是不愿意告诉他，故意装作一副轻松的样子，称自己就是想过得肆意一点，还劝英恩对感情也肆意一点。即使在国是秀婉的弟弟，那又如何？遇到喜欢的人就不要错过。而此时的在国，为了筹备定居首尔的资金，接了很多拍照的单子，甚至连厨房用品的摄影也来之不拒。他和妈妈聊天时，突然注意到一个男人正狂追另外一个人。在国妈挂断电话后，碰到了幼晴，他告诉幼晴在国有喜欢的人了。幼晴猜到是秀婉的前女友英恩，但是没有告诉给在国妈。在国妈自说自话，称不管是哪个女人，她这次一定会接受她的。她不想再让在国走上哥哥的老路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在国喜欢的人正是哥哥以前的女友。而此时的英恩又陷入了麻烦中。Limo 品牌的设计组长任雅故意找上 Sono 设计组新来的素英，以进到更有前途的 Limo 组威胁素英，让素英将英恩要做的打版图交给他。让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都被智贤听到了。镜头来到在国这边，原来正是英恩爸在追骗子，闹到连警察都来了。骗子死不承认骗了英恩爸的钱，把英恩爸气坏了。这时在国上前拿出自己拍到的东西，骗子眼看事情败露，恼羞成怒地给了在国一头锤。英恩从智贤那里得到了消息，决定考验一下素英。他故意将组员们的打版图暴露出来，还将自己以前的创作拿给素英看。他鼓励素英，只要怀着想要做出美丽衣服的心，就一定会有很多机会。见素英有所动，英恩又暗示道，好的上司从来不会强制让手下做不想做的事情。散会后，英恩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原来英恩爸因为骗子一事被扭送到了警察局。很快，英恩来到了警察局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国也在。警察根据在国提供的录像，已经将事情弄清楚了。原来英恩爸贪小便宜吃了大亏，如果不是在国，他的钱怕是要不回来了。英恩爸也因此对在国很满意，主动提出想请他吃饭。心急的英恩妈一直给英恩爸打来电话，见此英恩提出让爸爸赶紧回家，他来代替他请在国吃饭。另一边，智叔一个人来看展览，却碰到了故意来到这里的道勋。道勋想要陪智叔，称自己今日没有工作，结果刚说完，小郭就因为工作的事情找上他。他为了专心撩智叔，直接选择了关机。等到晚上时，两人一起吃晚饭，智叔趁着酒意大吐苦水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以为道勋也喜欢英恩。道勋连忙否认，英恩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智叔依然没有打算放弃在国。美叔将新买来的玩偶放在女儿身边。和他不同的是，小郭根本不在乎这个家，因为懒惰不想做晚饭，直接泡了泡面给女儿吃。美叔看不过去，说了他两句，结果小郭借机发火，称自己上班很累，像美叔这样的全职主妇根本不懂。这时他接到了徐代理的电话，为了避嫌，他拿着手机出去说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顺手扔的垃圾中有着美叔看诊的收据。英恩对在国食言了，他因为还有工作上的事要忙，不能请在国吃饭了。正准备离开时，他看到了大晚上还在辛苦的原直，于是将心中的烦闷告诉给了在国。如果和抄袭过他们的工厂合作，风评一定会很差。但是看到这么辛苦的原直，他没来由的想把工作交给他的工厂。在国让他不要顾虑太多，按照自己心中想的来。英恩听此，终于找上贤侄。贤侄因为接到了律师函，一大笔诉讼费，导致他必须努力干更多的活，才能养活他的家庭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英恩已经原谅了他，还再次提出要和他合作，他自然是答应了下来。英恩不知道自己这个举动是对是错，不过多亏在国，他终于做出了决定。友情在家看着请帖发呆，而这个请帖正是之前他和秀婉的结婚邀请函。此时的智贤正盯着素英，他要看着素英到底会如何抉择。之后他装作离开的样子，来到了公司的监控室，果然发现素英偷偷拿走了打版图。智叔在道勋家醒来，却发现道勋并没有对他做什么。再回想起昨晚道勋说的话，英恩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他误以为道勋是个 gay， 喜欢的是在国。此时英恩正和在国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明明不想和在国产生联系，但是英恩的心却逐渐被在国吸引，他不由发出丧丧的感叹，爱情反正最后都要走向毁灭。在国停下脚步，
他觉得两人的爱情会是个例外，英恩泼他冷水，所有相爱的人最初都是这么想的，最后在一起白头偕老的却没几个。说完这番话，英恩转身离去，结果还没走几步，收到了在国发来的一张图片，提醒他该换壁纸了。他打电话告诉英恩，10年前他拍摄的那幅画，正如英恩所言，镜头是宁静又迷茫的，但无论如何，他都想和英恩一起看看这条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。英恩听此瞬间回头，他这才意识到他10年来未换的手机壁纸是在国拍摄的。听着在国让人心动的告白，他的眼泪模糊了眼眶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英恩又陷入抄袭风波中，智叔和道勋这对冤家则产生了新的误会，而美叔和小郭的感情该何去何从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